有一种食物，中国人吃了3000年，却从来没有人认真问过他一个问题：他究竟在帮我们做什么？现代医学花了几十年，终于给出了答案，结果让很多专家都沉默了。这几年，慢性炎症这个词开始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医学报告里。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失眠，表面上看这是4种不同的病，但很多医生私下里会告诉你，他们的根往往是同一个东西，就是慢性炎症。身体里长期低度燃烧的那把小火，你感觉不到它，但它每天都在烧你的血管壁，烧你的胰岛细胞，烧你入睡前那一份本来应该有的平静。香港有一位跟了某位顶级富豪20多年的私人医生，在退休前的一次私下谈话里，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的话：我行医40年，开过无数张处方，但如果只让我留下一样东西给病人，我会选一样不需要处方的东西。他说的是绿豆。很多人听到这里，第一个反应是绿豆，那么便宜的东西。这个反应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：我们习惯用价格来判断价值，越贵的补品越觉得有效，越普通的食物越觉得不值一提。但这位医生说，绿豆里面有一类叫做多酚和黄酮素的物质，在目前已知的天然食物当中，抗炎、抗氧化能力排在最前列。它可以像一个清道夫，悄悄清理血管壁上积累多年的垃圾，透过钾和镁的协同作用，让紧绷的血管重新放松，把饭后急速上升的血糖曲线轻轻拉平，甚至帮你重新找回那份睡前的平静。这4件事对应的正是困扰无数老年人的4个问题：血管硬化、高血压、血糖不稳、长期失眠。不过绿豆虽好，但有3类人是绝对不能乱吃的。吃错了，不但没有效果，反而可能加重问题。这3类人是谁？先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，看到最后，答案自然揭晓。菜市场里，绿豆通常摆在最不起眼的角落，没有精美的包装，没有任何品牌替它打广告，1斤3块到5块钱，没有人会多看它一眼。但翻开《本草纲目》，李时珍写道：绿豆甘寒无毒，入心胃经，解百毒，消瘀肿，治丹毒，去热风。解百毒这3个字不是夸张的修辞，是临床观察了几百年之后才敢写进书里的结论。3000年前，绿豆已经在中国的厨房和药房之间穿梭。发烧了，喝绿豆汤；中暑了，喝绿豆汤；皮肤红肿发痒，还是绿豆汤。一个食物被一个文明用了3000年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验证，只是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有效。在说绿豆之前，有一个概念必须先说清楚：慢性炎症。很多人一听炎症，脑子里浮现的是伤口红肿、喉咙发炎，这些是急性炎症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慢性炎症完全不一样，它不疼不肿，没有任何明显症状，它只是安静的、持续的、低强度的在身体里燃烧，就像一根香点燃了之后看不见火，但它一直在烧，烧的是血管内壁。血管内壁长期受炎症刺激，出现微小损伤，身体派出坏胆固醇去填补，填着填着积累多了，就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，血管变窄，血流变慢，心脏要用更大的力量泵血，血压就这样升上去了。与此同时，炎症还会干扰胰岛素效率，让细胞对胰岛素敏感度下降，血糖就这样稳不住了。至于失眠，炎症会影响神经系统平衡，干扰大脑合成血清素和褪黑素，而这2者正是让你安然入睡的关键物质。4个问题，一个共同的底层根源，灭掉那把慢性炎症的火，很多问题会跟着安静下来。2012年，美国农业部的研究报告把绿豆列入高抗氧化能力食物名单。同年，营养学杂志发表论文指出，
绿豆中的多酚类物质和黄酮素在体外实验中展现出显著的抗炎活性。原理其实不难理解，你可以把人体的炎症反应想象成一场小火灾，触发这场火灾的是自由基，细胞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，化学性质不稳定，喜欢到处抢夺其他分子的电子，造成连锁氧化损伤。多酚和黄酮素的作用就是充当灭火器，主动把电子送给自由基，让它安静下来，终止氧化损伤的连锁反应。除此之外，绿豆还含有植物固醇，在肠道里和胆固醇竞争吸收位置，从源头减少坏胆固醇进入血液，含有膳食纤维，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，具有调节免疫、抑制炎症因子的功效，含有钾与镁，对血管舒张和血压调节有直接作用。它不是一种成分，它是一个完整的组合拳。很多事情不是因为做了没有用，而是因为做了看不见就放弃了。这是饮食养生的第一个难关，也是最多人过不去的那道坎。从现代科学说完，再从中医补一句。中医讲绿豆的功效核心4个字：清热解毒。中医所说的体内有热，在症状上往往表现为口干、口苦、烦躁、睡眠浅而易醒。这些症状在现代医学里不少都和慢性炎症有关联。东西方2套系统在绿豆身上难得的走到了一起。第一场清血管垃圾做完健康检查，医生说低密度脂蛋白偏高，血管有硬化迹象。很多人点点头，回家继续过日子，因为没有感觉，不疼不痒。但血管里的事一直在发生。坏胆固醇进入受损血管壁后，容易被自由基氧化，变成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。它会刺激免疫细胞聚集，形成泡沫细胞，一层一层堆积，最终形成斑块。血管腔越来越窄，血液通过的空间越来越小。这个过程从30-40岁就已开始，等到60-70岁出现症状，往往已积累了几十年。绿豆的介入有2个点，一是多酚和黄酮素中和自由基，减少坏胆固醇被氧化的几率，像在管道里加了防锈剂；二是植物固醇在肠道里和胆固醇抢夺吸收通道，从源头降低进入血液的坏胆固醇总量。一条血管用了几十年，能不能再用几十年，取决于你现在愿不愿意开始保养它。第二场降血压，很多人觉得血压高了吃药就好，但吃药解决不了一件事，血管本身的弹性在下降。健康的血管有弹性，像心橡皮管，但长期在高血压、慢性炎症、氧化损伤影响下，血管壁逐渐变硬，失去弹性，对血压波动的缓冲能力越来越弱。绿豆里的钾帮助肾脏把多余的钠排出体外，钠让身体留住水分，增加血液容量，推高血压。钾的存在相当于给肾脏加了一个排钠开关。每100克绿豆含有约756毫克的钾，比很多常见蔬菜都高。镁则直接作用于血管平滑肌，让平滑肌状态更放松，血管管腔更宽，血液通过阻力更小，血压就在这个放松的过程里降下来一点。必须说清楚，绿豆是辅助，不是替代药物。已在服用降压药的人，不能因为开始吃绿豆就擅自停药。第三场，稳血糖，很多老年人的血糖问题，不是因为吃太多糖，而是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变迟钝了，即胰岛素阻抗。炎症因子会干扰胰岛素信号传导，让细胞感应系统变得迟钝。这就是为什么血糖问题不能只靠少吃糖来解决。绿豆的应对有3层：第一，低升糖指数约25至30，远低于白米饭的72，血糖上升速度慢，幅度小。第二，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肠道形成，凝胶状物质包裹糖分，让吸收速度大幅放缓。
像在肠道里加了一道碱素闸。第三，多酚和黄酮素在减少炎症因子的同时，改善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，让身体的血糖调节系统重新变得灵敏。饮食控糖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吃，而是让你吃对的东西，吃对了，身体自己会做调节。第四场，改善失眠。失眠在50岁以上人群里极其普遍，却容易被轻描淡写。老了睡不好，这句话只对了一半。深度睡眠比例下降，容易早醒，这些是正常老化。但长期入睡困难，夜夜辗转，是身体在发出信号。慢性炎症的促炎细胞因子会直接影响大脑里血清素的合成效率，而血清素是褪黑素的前体。身体先制造血清素，再转化成褪黑素，才能发出该睡觉了的信号。这条合成链效率下降，褪黑素不够用，入睡就会困难。绿豆的路径含有色氨酸，这是人体合成血清素的原料，不是强制入睡，而是从原料端补充，让身体自己找回节奏。含有维生素 B1、B2 和叶酸，这些 B 族维生素在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的过程中扮演辅酶角色，缺了它们，转化效率会大幅下降。最根本的一步，多酚和黄酮素减少促炎细胞因子，从根源减少对血清素合成的干扰。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不是吃一碗绿豆汤就能感受到的。但坚持几周、几个月，很多人会发现，不是哪一夜突然睡着了，而是某一天忽然意识到，最近好像没那么难入睡了。身体的修复从来不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，它是一个安静的、不知不觉的过程。说到这里，有一件事值得单独拿出来说。很多人在尝试食疗改善睡眠的时候，会犯一个共同的错误，把所有希望都压在某一种食物上，然后等待奇迹。食疗不是这样运作的，它更像是一个拼图。绿豆提供色氨酸和 B 族维生素，是其中一块重要的拼图。但如果你同时在喝大量咖啡，睡前盯着手机到11点，晚饭吃得过饱过晚，其他几块拼图是坏的，这一块再好拼出来的图也是破碎的。所以在开始这3帖配方之前，有3个最基础的睡眠习惯值得先确认一下。第一，晚餐时间。最理想的晚餐时间是下午5点半到7点之间，最晚不超过7点半。肠胃消化需要时间，带着一肚子未消化的食物入睡，身体的资源都在忙着消化，自然没有余裕进入深度睡眠。第二，睡前1小时的环境。光线是影响褪黑素分泌的最直接因素。手机和电视荧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，让大脑误以为现在还是白天。睡前1小时，把荧幕亮度调到最低，或者干脆放下手机，是比任何食疗都更直接的改善方式。第三，固定的起床时间。很多人以为周末补觉是好事，但不规律的睡眠时间会打乱身体的生理时钟，让褪黑素的分泌节奏紊乱。固定时间起床，哪怕前一晚没睡好，也是恢复睡眠节律最有效的办法之一。食疗是基础，习惯是框架，两者配合，效果才能真正显现出来。那位退休老医生说过一句话：很多病人知道绿豆好，但他们的吃法把70%的效果都浪费掉了。食材对了，配方不对，时间不对，火候不对，效果可以差出很远。以下3帖配方，材料都是菜市场能买到的普通食材，老人家1个人在厨房就能完成。配方1：绿豆薏仁汤，清血管，消炎排湿，适合长期饮用，适合人群血脂偏高。医生说血管有硬化迹象，身体容易沉重浮肿，皮肤容易红疹或伤口愈合偏慢，体质偏湿热者。食材分量2人份，绿豆60克，提前浸泡4小时以上，
生薏仁40克，同样提前浸泡4小时，清水1200毫升，冰糖或蜂蜜少量，可不加。制作步骤：泡好的绿豆和薏仁沥干，另起清水放入锅中，大火煮滚后转小火慢煮40至50分钟，至完全软烂。关火后再加入少量甜味调料。最佳时间：上午10点至下午3点之间，每周3至4次。晚上7点后尽量不喝。薏仁有利水作用，影响夜间睡眠。最多人做错的细节：很多人把泡豆水一起倒进锅里煮，泡豆水里溶出了植酸和单磷酸，植酸妨碍矿物质吸收，单磷酸容易引起肠胃不适。正确做法是泡完的水倒掉，另起新水来煮。不适合人群：脾胃虚寒、容易腹泻者建议改用炒薏仁，孕妇不建议饮用，肾功能不全者请先咨询医生。配方2：绿豆莲子红枣粥，安神降压、养心补血、改善睡眠，首选适合人群长期入睡困难或凌晨易醒、血压偏高、情绪容易紧张烦躁、心悸或心跳偶尔不规律、容易疲倦、脸色偏黄。食材分量：2人份绿豆40克，提前浸泡4小时；莲子去芯30克，红枣6至8颗，去核剪开；白米或糙米50克，清水1500毫升。制作步骤：所有食材加入清水，大火煮滚后转最小火，加盖慢炖60至70分钟，至粥体浓稠，绿豆和莲子完全软烂。不建议加糖。若口味偏淡，可省碗后淋，少量蜂蜜。最佳时间：傍晚5点至7点，睡前2小时吃完，每周3至4次。失眠严重者可每日1次，持续4周观察效果。最多人做错的细节：莲子必须去芯。莲心性寒味苦，大量保留对脾胃虚寒的老年人容易引起肠胃不适。现在超市多数以去芯处理，购买前确认即可。第二个错误是全程大火，应大火煮滚，立即转最小火，慢炖出来的粥才软糯入味。不适合人群：脾胃虚寒者可用红豆替代一半绿豆，糖尿病患者红枣减至3至4颗，消化不良者莲子从少量开始尝试。配方3：绿豆苦瓜饮，降血糖，清热去火。夏日首选适合人群：血糖偏高或处于糖尿病前期，容易口干口苦，天气热时烦躁，皮肤容易出油，眼睛容易干涩红湿。食材分量：2人份绿豆50克，提前浸泡4小时；苦瓜半条约150克，去籽去白膜，切块，清水1000毫升；枸杞1小把约10克。最后5分钟加入。制作步骤：绿豆加水，大火煮滚，转小火煮30分钟至半软，放入苦瓜块，继续小火煮15至20分钟。关火前5分钟加入枸杞，稍凉后饮用。不建议加糖。最佳时间：午餐前30分钟或餐后1小时，选一个时间点即可。夏季每周3至5次，冬季每周1至2次。最多人做错的细节：苦瓜内侧白色海绵薄膜不去除，整锅苦到难以入口，很多人喝1次就放弃，放弃才是最大的损失。正确做法是用汤匙把白膜刮干净，只保留深绿色瓜肉，苦味适中，才能长期坚持。第二个细节是枸杞不能一开始就下锅，活性成分对热敏感。关火前5分钟放入，用余温泡发即可。不适合人群：脾胃虚寒者，两者寒性叠加，建议减半或避免。低血压者可能出现头晕，正在服用降血糖药物者，请在医生知情下使用，并定期监测血糖。说完3帖配方，很多人会问一个实际的问题：这3帖配方能不能同时喝，还是只能选1帖？答案是，根据自己的主要问题，选1帖为主，其余2帖作为轮换。举个例子，
如果你目前最困扰的是睡眠，那就以绿豆莲子红枣粥为主，每周3至4次。在夏天或感觉体内燥热的时候，偶尔用绿豆薏仁汤替换一次，这样既有针对性，又不会让肠胃负担过重。如果你同时有血糖偏高和失眠2个问题，可以这样安排：工作日以绿豆苦瓜饮为主，周末改为绿豆莲子红枣粥，两者都兼顾又不重叠。有一个问题也常被问到：绿豆一定要煮熟才能吃吗？生绿豆直接打成浆或者泡发后生吃，效果会不会更好？答案是不建议。生绿豆含有较高浓度的植酸和胰蛋白酶抑制剂，这2种物质在未经加热处理的情况下，会妨碍肠道对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吸收，甚至引起肠胃不适。充分浸泡加上小火慢煮，才能让植酸大幅降解，让绿豆的有效成分真正被身体利用。还有一个常见问题，煮好的绿豆汤或粥能不能放到第2天继续喝？可以，但有条件。煮好后趁热放入密封容器，冷却后立即放入冰箱冷藏，第2天取出加热至完全沸腾后再喝。超过24小时的隔夜绿豆食品建议不要再饮用。三铁配方有3个共同原则：第一，浸泡不能省，充分浸泡让细胞壁软化，多酚和黄酮素才能在烹煮中充分释放。第二，火候不能急，小火慢煮是这3铁配方共同的逻辑。高温急煮破坏活性成分，慢不是浪费时间，是在保留效果。第三，坚持才有意义。饮食调养是日积月累的缓慢修复，就像一条旧管道，不可能清洗一次就焕然一新，但每一次清洗都在往好的方向走。吃对了，身体记得住；吃错了，身体也记得住。最后回到第1章留下的那个问题：哪3类人是绝对不能乱吃绿豆的？看完3铁配方的注意事项，答案已经分散在每一帖里了。现在统一说清楚。第1类，脾胃虚寒体质的人，这类人平时容易腹泻，手脚冰冷，消化功能偏弱，绿豆性寒，单独大量食用容易雪上加霜。如果属于这类体质，不是完全不能吃，而是要调整方法，减少分量，或在配方里加入几片生姜，中和寒性。第2类，肾功能不全的人，绿豆富含钾，高钾食物对肾功能受损的人会造成额外负担，严重时甚至引起高钾血症。这类人群在调整任何饮食之前，都应该先咨询主治医生。第3类，正在服用特定药物的人，包括降血糖药物、降压药以及部分中药。食物和药物之间存在相互作用，绿豆本身的降糖和辅助降压效果与药物叠加后，可能导致血糖或血压过低，请在医生知情的情况下调整饮食。这3类人不是说绿豆是敌人，只是说任何食物吃对了是养生，吃错了是负担。知道自己属不属于这3类，是开始之前最重要的一步。那位退休的老医生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他说：行医40年，我见过太多人在身体还好的时候，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赚钱，忙碌操心下一代，等到身体开始出问题了，才回过头来问我：医生，我现在还来得及吗？我每次都说来得及，因为我不忍心说实话。实话是，有些事来得及，有些损伤确实已经回不去了。身体有一个和财富截然不同的地方，财富亏损了，理论上还能重新积累，但身体的某些损耗，血管壁的斑块，胰岛细胞的衰退，长期睡眠不足对神经系统造成的磨损，不是靠努力就能完全还原的。这不是在制造恐慌，这是一个被反复验证的规律。预防的成本永远低于修复的成本。今天说的是绿豆，是3贴配方，但真正想说的
从来不只是一种食物，他想说的是一种选择。在问题还没有严重之前，愿不愿意每天做一点点微小的维护？不需要花大钱，不需要特别的条件，只需要一个决定，从今天开始。健康这件事从来不复杂，复杂的是人总要等到失去了，才想起他曾经在。如果今天这篇视频让你想起了家里某一位长辈正在为血压、血糖或失眠而困扰，请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们。有时候一个视频比说1000句要注意身体更有用。在评论区告诉我，这3帖配方你最想先试哪一帖？或者你已经在吃绿豆了，吃出了什么变化？欢迎留言分享。你的经验可能正好是另一个人需要听到的答案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嘉诚养生道这个频道，现在是一个好时机。这里不卖东西，不做广告，只是把那些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养生知识，用你听得懂的方式，一篇一篇说清楚。点击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下一篇视频更新的时候，我们继续。